每月给女儿7000元，儿媳妇有意见，我一句话，你回来每月给你1万。我姓黄，今年60岁，最近却因为一件事烦心。前几天亲家母给我打电话，指责我不为儿子儿媳考虑，怎么能每月给女儿7000元，而不愿意帮助儿子还每月5000元的房贷，指责我过于自私，打乱了儿子儿媳的生活规划。我心里一阵的冷笑，啥生活规划，不就是用我的钱还房贷，用他们的钱养小舅子吗？我不想和亲家母争执，只是告诉他，这是我们的家事。如果你的女儿、我的儿媳，或者我的儿子、你的女婿有任何意见，请他们亲自给我打电话，你不用从中传话。亲家母气急败坏地说，没有见过你这样当娘的，等孩子们亲自给你说，不就伤和气、撕破脸了吗？不叫撕破脸，是掰扯清楚。我不客气地说，我和老公有一对龙凤胎，小的时候大家都很羡慕我们，走到哪人家都多看2眼。但我知道幸福的背后有辛酸。生产的时候，由于生产时间过长，造成女儿缺氧。女儿生下来的时候脸发紫，当时我就觉得千万不要影响女儿的智商。孩子们小的时候不太明显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观察发现，女儿的反应和学习能力明显不如儿子。儿子看几遍就会背得古诗，女儿往往需要背半天。对于女儿的表现，老公却不以为然，觉得是儿子太聪明了，衬托的女儿笨了。我在内心深处也希望是如此，但我知道不是这样的，女儿智商有问题。一次，女儿在卧室背英语，儿子在客厅看电视。儿子作为一个旁听者都会背了，但女儿还不会。我知道女儿在学业上应该是不会有大的发展了，她也不傻，但就是比别人慢半拍。老公和公公婆婆都喜欢儿子，公公婆婆是因为有点重男轻女，老公是因为儿子确实太聪明了，一路学业都是不费吹灰之力，重点初中、重点高中、重点大学、研究生，一路绿灯。女儿的求学路就比较的坎坷不平，她很努力，但就是不出成绩。我深刻的体会到，学习仅靠努力是不行的。看着女儿个位数的物理卷子，我彻底躺平。女儿最后上了3+2，勉强毕业，找个普通人结婚了。女婿虽然家庭条件不好，工作不稳定，但女婿人非常的老实可靠。儿子当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，执意要留在西安，我和老公坚决让他回来，但他说在西安找了对象，要在西安安家。老公对他下最后通牒，如果回来郑州安家就全款买房，如果在西安安家就仅付首付。儿子还是选择在西安安家，老公虽然很生气，但架不住儿子的哼唧。儿子一打电话就说入不敷出，生活困难，我和老公还是心软了。有小孙子的时候，我和老公开始每个月给他还5000元的房贷。有小孙子的时候，我在儿子家帮忙带了3年的孩子。有亲戚问我，你和你儿媳妇相处的怎么样？我都是打碎牙咽下去。可以，我媳妇除了不爱说话，其他的挺好的。当老公问我儿媳妇对我怎么样的时候，我哽咽着说，2个人矛盾太大了，儿子也不会从中协调，儿媳妇不知道哪来的优越感，每天都挑刺。我随口说一句郑州这几年发展的很好，儿媳妇都会反驳我郑州哪好，和西安没法比，和北上广深更没法比，你是没见过好地方，就觉得郑州好。老公干笑说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他是西安人，肯定觉得西安好，你不要和他一般见识。他不是针对郑州和西安，他是针对我，我要去说西安好，他也会反驳的。为了儿子的家庭和睦，我强忍着在儿子家待了3年，这种感受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感同身受。每天要不说话，要不就噎死人。回来2年后，老公的脑梗虽然抢救及时，但也留下后遗症。老公住院期间，儿子回来看了一下，在郑州待了4天就回去了。儿媳妇不仅没有回来，连个电话都没有。医院家里跑前跑后的都是女儿女婿。老公虽然没有说，但我知道他也很心凉。面对80多岁的公公婆婆和需要人照顾的老公，我觉得力不从心。
公公婆婆建议我请个保姆，他们愿意把退休工资的一部分拿出来补贴我们。我和公公婆婆分析了一下家庭情况，女儿工作不稳定，也挣不到钱，与其请保姆，不如把钱给女儿，由女儿来照顾我们，她也不用出去打零工了。公公婆婆也同意了。就这样，我们每月给女儿7000元，用来照顾我们和买菜。老公经过这次生病，好多事情都想开了，感觉真是有事了，儿子儿媳根本指望不上，于是就停了儿子每月5000元的房贷。儿子没有收到房贷，直接就打电话了，妈，这个月房贷还没有转，从这个月开始，我们不负担你们的房贷了，自己想办法吧。我说，妈，不行啊，我现在降薪了，没钱付房贷，你们还得支援我们啊。儿子听说我们不负担他们的房贷了，立马叫苦道，就是降薪了，你每月也有1万多的工资吧？你媳妇也上班，怎么不够付房贷了？我问。我岳母和小舅子在我们家住，每月我得给他们5000元的生活费。儿子脱口而出说，你岳母和你小舅子在你们那住？我问。儿子感觉自己说漏嘴了，支支吾吾的说，小舅子想在西安找工作，暂时住我们家。暂时住，你们不至于承担不起，自己想想办法吧。我说，现在工作不好找，他一时半会找不到工作。你和我爸爸、爷爷奶奶都有退休工资，你们就支援我点吧。儿子进一步说，爷爷奶奶年龄大了，你爸需要人照顾，我们决定每月给你小妹7000元来照顾我们，当然7000元包括菜钱，其他的钱我们要给将来养老做准备。我解释道。儿子没有吭声，挂了电话。我以为这个事就这样结束了，没有想到亲家母会亲自给我打电话，而且是质问的语气。不知道亲家是怎么给儿子儿媳学的。儿媳妇晚上给我打来电话，妈，你这样做不对吧？怎么了？我问。我小妹照顾你们是应该，怎么还能要钱？再说了，每月7000元也太多了。儿媳妇说，你小妹照顾我们是应该的，你们照顾我们也是应该的吧？我问。我们不是离得远吗？儿媳妇说，离得远不是不照顾父母的理由。我不耐烦的说，那7000也太多了，每月给个3-2千就可以了。儿媳妇继续提出异议，7000元里含有2000元的菜钱，你小妹的照顾我们4个人，每月也就5000元左右。我进一步解释，5000也多，郑州的物价也不高，每月哪用得着2000元的菜钱？儿媳妇说，这样吧，你回来照顾，我每月给你1万元，怎么样？我问道。儿媳妇生气的挂了电话。儿子又开始了他的拿手好戏，每天打电话哼唧，目的就一个，继续给他们负担房贷。先给他爷爷奶奶打，他爷爷奶奶虽然重男轻女，但也知道将来养老靠谁，爷爷奶奶拒绝了。儿子又给他爸爸打，让他爸爸看在小孙子的面上援助他们。他爸一句话把他堵了回来。我住院那么长时间，你媳妇连个电话都没有，我这是眼睛珠都靠不上，还靠眼镜框，真是不遇事，不知道谁能指望上。儿子聪明伶俐，智商高，关键时候指望不上，每天还想着啃老。女儿智商平平，却能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鞍前马后的照顾我们。公公婆婆现在也看清楚，想明白了，对我和老公说，房子和财产不是一定要给儿子，女儿做得好也可以继承。